大家好，我是高元首。8个版本的魔法摩斯故事结束，就像魔法摩斯本身一样，你滚我回，我们走向未来，而西莲永远流淌过去。能感受到制作组有太多的意象想要呈现，有太多的情感渴望表达，最终都浓缩在这一个版本里，也让玩家在体验的时候呢，确实是有点疲惫的。尤其是最后开拓者与波士顿的对话，引出了大量关于星神与终极之战的线索。CPU 直接给我干死机，所以我呢准备用2期视频，一期探向未来，从开拓者与波士顿的对话整理一些关于星神与第4时刻的线索；一期呢回顾过去，盘点魔法摩斯提出的那些宏大命题，那么最终是被如何回答的。好，我们开始。先解释一下野与机械头那个对话是如何发生的。由于铁木的降生呢已然是必然事件，为了防止铁木出来把波士顿给肘死，所以黑塔呢先一步与铁木融合，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姆伯特3世，也把自己当做媒介，促成了开拓者与波士顿的对话。这下爷也是天才俱乐部的啊！这个对话最炸裂的一点就是波士顿管我们叫阿基维利啊，我是开拓星神，何以为啊？最早模拟宇宙的时候，阿哈就叫我们阿基维利。毁灭大军的那个 PV 里归迹也称星巡列车为再度启程的阿基维利。再加上这次波士顿的钦定想误会也误会不了。但如果你把它理解为血统论星巡列车陪太子读书只要调动一下开拓星神的力量，一切问题就会解决了，那就是纯干活啊。所以关键还得看如何理解这个状况。还是那句话崩坏系列一直讲述的都是人的意志，所以剧情不可能是那么写的。那么开拓者与阿基维利到底会是什么关系呢？波士顿询问了开拓者的3次为何开拓，而最后一次的提问呢是不一样的，你被打了2个星号，同时呢我们也没有下一次回答的记忆。那紧接着波士顿就喊出了阿基维利，所以前2个问题问的是开拓者，最后一个问题问的就是阿基维利。那么阿基维利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个线索呢就在后面的剧情里，我们突然看到了另一位开拓者再次问我们为何出发，为何开拓，而且这2个人必然是一星一穷。也就是说，在剧情最开始选择主角性别的时候呢，不只是一个游戏层面的设定，也包含了剧情层面的含义，也就是起码存在一位另外的开拓者。那么这2位开拓者面对开拓的回答就很有深意了。对方问为何开拓的回答是只因目之所见并无尽头，而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我已踏上此程。这可不是场面话它代表着开拓的2种不同的含义。我一直以来的所有星神解析呢都有一个主框架，就是任何命图都有2面性，同时包含积极与消极2个方向的理解。这也是辩证法嘛，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对立统一相互运动，也成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星铁的哲学底色呢是人文主义，所以积极与消极呢表现为存在与虚无，因为存在主义本身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聊过，详情可以看虚无星神那一期，咱们今天就不过多赘述了。而星神与下属的派系呢就是这一架构的体现，假面愚者与悲剧灵人，混沌医师与自灭者，泯灭邦与反物质军团，各位想必也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开拓呢？开拓命图可以说是积极本身它内部难道就没有矛盾没有对立的统一吗？答案呢就在这2个开拓者的回答中。因目之所见并无尽头，因为没有尽头，所以寻找尽头，探索未知，我将其称之为目的论的开拓。而另一个答案，因为我已踏上此程，强调的是开拓这个行为本身，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去做、去尝试、去成为。即便结局没有改变，其结果也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就像卡夫卡所说，当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呢，不要让自己后悔。当明天到来，再将你亲手创造的奇迹与我分享。我们暂时称之为过程论的开拓。博士森算出开拓是第4时刻的关键变量，那么这2种开拓分别会导向哪种结局呢？先说目的论的开拓既然开拓始终在探索尽头，那么就一定能走到尽头。在妻子的背景里面藏了这样一段话，在旅途的终点，姬子遇到了一个4字占位符的人，那个人称赞了姬子的探索欲，而姬子谦虚地说：“我远不及你。”4个字早就到达终点，并且资历远深于姬子的无名客，能是谁呢？只能是阿基维利。而这个终点站就是终末的时刻，因为终末 terminus 本就是终点站的意思。这时候有人要兴奋了，我操，开拓终末论，魔王就是倒着行走的阿基维利。你先停一下开拓终末论有一个设定上的矛盾，命图是星神的原动力，不存在一心开拓的终末星神，所以我觉得魔王和阿基维利一定是有关的，但应该不至于那么粗暴。毕竟德米哥的模拟命图是开拓，目镜是创世，那创世和复世也没变成一个人，对吧？那么假如星铁宇宙是一个更大的魔法摩斯，那么与西莲白垩对应的开拓与终末就构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2端。博士尊说：“你我必以无数次相遇，在宇宙的起点与终点。”就像纳克夏算出魔法摩斯的秘密一样，博士尊可能也早已解明了崩铁宇宙的真相。但他也是囚徒中的一员，所以并不能跳出轮回之外，所以只能用推测的语气来说出这句话。假如上述的猜测成立，那么开拓者与开拓星神的关系就可以借此推测了。星神对应泰坦，开拓星神对应德缪哥。德缪哥被西莲的记忆一次次浇灌，最终成长为西莲的样子。那么每一位玩家扮演的开拓者，可能也都是未来开拓星神的一片拼图。就像生命的第一因永远不会有唯一的答案，世界有多少颗心灵，就有多少种真我。同样的，为何开拓也不会有唯一的答案，唯有让每一位开拓者亲自选择、亲自探索，才能穷尽所有的道路，看遍每一处风景。最终，所有的足迹与选择汇聚成真正的阿基维利，打破终末的循环，完成一次再创世，将宇宙带上一个全新的未来，应当就是博士尊所计算的第4时刻的最优解，也是所有与我们同行的势力共同努力的目标。而这可能也是西联会管开拓者叫前辈的另一种含义吧。
最后，原来我还想讨论一下阿基维利到底是如何回答波士顿为何开拓的，但想必答案本身已经不再重要，这个答案应该交给屏幕前的各位来回答。你觉得为何要开拓呢？期待你的评论区的留言啊！这期视频有点短，因为我想留点东西呢放到开拓命图的形式解析里。到了乌法沃斯的剧情结尾，我们也终于对这个命图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各位记得多点赞啊，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我是关元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